佛经有云：一切皆苦，皆由心生。众生在娑婆世界中浮沈，恰似无根的浮萍，被七情六欲的洪流裹挟，难以挣脱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可有人却仿佛被厄运缠身，一路坎坷，终日愁眉不展，深陷苦海而不得解脱。佛陀曾慈悲开示，众生之所以在六道轮回中永堕苦海，实因心中有病。这病并非身体上的病痛，而是执念深重的心病。那么到底是哪些心病让我们始终走不出这茫茫苦海呢？永明寺后院，一棵百年枣树巍峨挺立，虬曲的枝干向四周伸展，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寺。此时正值金秋，枣树上挂满了鲜红的大枣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秋风拂过，几片金黄的落叶随风飘舞，几颗熟透的枣子摇摇欲坠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师父，您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？一个身着粗布衣裳、面容憔悴的年轻人突然跪在老和尚面前，眼眶泛红，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。他名叫阿福，历经磨难，命运的重击让他几近崩溃。阿福，你又遇到什么事了？永明寺方丈明智和尚缓缓放下手中的禅杖，目光中满是慈悲与关切，他的声音平和而神稳，仿佛一泓清泉，能洗净人心的烦恼。上个月刚开的布庄被人纵火烧了，积蓄全没了。阿福低着头，双手紧握成拳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。前几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账房先生的差事，谁知东家突然暴毙，我又失业了。话语间满满的都是无奈与痛苦，命运似乎总在跟他开玩笑，一次次将他推向深渊。明智和尚轻轻拍了拍阿福的肩膀，语气温柔地说：起来说话。他的动作和语气充满了长辈的关爱，让阿福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阿福站起身，脸上写满了困惑与迷茫。师父，我从小就命运多舛，10岁那年父母双亡，15岁跟住师父学手艺，师父却在我学成前病逝，20岁开始做生意，却总是赔本，现在都25了，还是一事无成。他的眼神空洞，仿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。这些年的经历让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你可曾想过，为何总是你遇到这些不幸？明智和尚目光深邃，似要看穿阿福内心深处的迷茫。我想过，一定是我命中注定。阿福叹了口气，声音中满是认命的无奈。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命运诅咒了一样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厄运的纠缠。明智和尚轻轻摇摇头，缓缓说道：世间万物皆由因果，你的遭遇不全是命运使然。金刚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外在的境遇不过是内心的投影，若能勘破这一点，或许就能找到解脱之道。那是为什么？阿福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急切地问道：且听我说一个故事。明智和尚拿起茶壶，为阿福倒了一杯茶，茶汤清澈，茶香四溢。30年前，我游历各地时，曾遇到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经历或许能给你一些启示。那是个叫长安的青年，他的遭遇与阿福极为相似。长安自幼父母双亡，孤苦无依，幸得叔父收养。叔父虽然家境贫寒，但省吃俭用，给了他温饱，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温暖。16岁那年，长安为了自食其力，开始学习木工。他勤奋刻苦，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可是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，刚学会基本手艺，师傅就另收了个徒弟。那徒弟仗助家里有钱有势，在作坊里横行霸道，处处与长安作对。长安为了学艺，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忍受着一切，只想住好好干活，早日学成出师。一天，长安精心制作的一件精美家具被人故意毁坏，
众人都说是新徒弟所为，但长安没有证据。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，重新做了一件。不料第二天，这件家具又被砸烂了。接连的打击让长安再也无法忍受，心中的怒火如火山爆发一般。他与那徒弟大打出手，结果不仅被逐出师门，还落了个恩将仇报的骂名。从此，他在镇上再也找不到工作，生活陷入了绝境。命运对我不公，长安经常这样喊道。他开始四处游荡，靠打零工度日。每当失意时，他就借酒消愁，在酒精的麻醉中逃避现实，渐渐变得暴躁易怒。他的内心充满了怨恨，对命运，对那个徒弟，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满。有一次，他在醉酒后与人争执，失手打伤了对方。为了躲避追责，他不得不离开家乡，从此流落他乡，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他的人生仿佛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，看不到一丝光明。听到这里，阿福插嘴道：“这不就跟我一样吗？师傅，后来他怎么样了？”他仿佛在长安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急切地想知道长安的结局，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。明智和尚正要开口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小沙弥慌慌张张地跑进院子：“师傅，府衙来人了，说有要事相商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，似乎事情颇为紧急。明智和尚朝小沙弥点点头，对阿福说：“且随我去见见府衙的客人，待会再继续说。”两人一同前往府衙大堂，只见一位身着绸缎的中年人正襟危坐。见到明智和尚，他立刻起身行礼，态度恭敬：“大师，我是新上任的知府张明德，今日冒昧打扰，是为求助。张大人请讲。”明智和尚双手合十，神态安详。下月朝廷钦差来巡视，城中各处需要重新修整。听闻永明寺后院的老枣树已有100年，正好可以在树下建一座凉亭，供钦差大人歇息。张明德说着，从袖中取出一叠银票：“这是工钱，还请大师准允。”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恳求，希望能得到明智和尚的支持。明智和尚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衲明白张大人的难处，只是这枣树乃先代方丈亲手栽种，寺中人都把它当作传承象征。若要建亭，恐怕要先将枣树移走。此树承载着历代僧人的心血与祈愿。华严经云：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每一个事物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，一树之事，不得不慎重。大师放心，我已请来城中最好的工匠，保证不会伤到枣树。”张明德连忙说道，希望能打消明智和尚的顾虑。阿福站在一旁，听到最好的工匠几个字，眼睛一亮。他曾学过木工，对移树和建亭有一定的了解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想要一试的冲动。张明德注意到阿福的反应，问道：“这位施主看起来有话要说。”阿福向前一步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小人曾经学过木工，对移树和建亭都略有心得。树木生长有其规律，需顺应其天性，方能保证移栽成活。建亭之时，也要考虑地势、风向等因素，方能稳固美观。”他侃侃而谈，从树木生长规律到建亭技巧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哦，张明德来了兴趣，说来听听。阿福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，从如何保护树根到亭子的设计布局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。张明德听得连连点头，对阿福的才能颇为赞赏。不错，很专业，不知这位施主可愿意参与此事？张明德问道。阿福正要答应，忽然想起自己近来的厄运，心中的恐惧与不安瞬间涌上心头，迟疑道：“可是他害怕再次失败，害怕重蹈覆辙。命运的打击让他变得小心翼翼。”明智和尚在一旁说道：“阿福，还记得我刚才讲的故事吗？长安之所以命运多舛，
是因为心中有3种病，这些病若不除，再好的机会也会从指缝中溜走。心经云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只有放下心中的负担，才能勇敢地抓住机会。什么病？阿福急切地问，眼中充满了渴望。明智和尚刚要开口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。只见几个百姓慌慌张张地跑进大堂。不好了，城东的河堤出现裂缝，眼看就要决堤了。他们的脸上满是惊恐，声音中带着绝望。张明德闻言大惊，若是决堤，整个城东都要遭殃。他的神色十分严峻，情况万分危急。阿福却想起了什么，大人，小人记得河堤附近有一片杨树林，如果立刻砍伐，来不及了。有人喊道。河水已经漫上堤岸，众人陷入了慌乱之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阿福突然问，师父，您说的3种心病，可是会让人丧失机会，甚至带来灾祸的那种病？如果我能知道这3种病是什么，或许还能想到应对之策。他的眼神坚定，想要抓住这一线生机。怨憎之病。明智和尚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常遇不幸之人，往往将过错归咎于他人或命运，却不知怨恨之心才是阻碍前路的绊脚石。八大人绝经中说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畏，身心自在。怨憎会滋生贪欲和嗔恨，让人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。阿福若有所悟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大人，之前伐木时我发现杨树林里有几棵树已经倾斜，树根处都是空的，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树。继续说。张明德眼睛一亮，仿佛看到了希望，可以将这些树连根拔起，树根形成的大坑正好能分散河水，给我们争取堵住缺口的时间。阿福说道。张明德立即下令调集人手，阿福带着众人赶到河堤，果然找到了几棵根部松动的大树。在众人齐心协力下，不到1个时辰，危机就被化解。大家欢呼雀跃，对阿福充满了感激。回到永明寺，张明德对阿福赞不绝口，若不是你想到这个办法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明日就请你来府衙任职，专管城中建设事务。阿福却摇摇头，大人，我想先把凉亭的事做好。这些年，我总觉得命运对我不公，处处怨天尤人。今天听师父一席话，才明白是自己太过执着于不幸。他想要通过完成凉亭的建设，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也想借此机会放下心中的怨恨。明智和尚接过话头，第2种心病是妄念之病。很多人做事情总想住结果，还没开始就害怕失败。长安就是因为总想住别人会害他，反而处处树敌。楞严经云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妄念会让人迷失本心，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。那第3种呢？阿福追问。第3种是执着之病。明智和尚说，人生在世，得失本是常态，但有些人抓住一件事情不放，以为那就是唯一的出路，反而错过了其他机会。圆觉经云，一切诸相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执着于外相，就会被困在虚幻的世界里，无法解脱。阿福回想起长安的故事，所以长安后来怎样了？他在外漂泊多年，最终来到一座寺庙。明智和尚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那里的方丈开导他，让他放下怨恨，摒弃妄念，不再执着。后来他靠着木工手艺在寺中安顿下来，还收了几个徒弟。他开始在佛法中寻找内心的平静，用自己的手艺为寺庙做贡献，渐渐忘却了过去的痛苦。师父，那个方丈。阿福瞪大了眼睛，似乎猜到了什么。正是老衲。明智和尚说，长安就是我的师兄，
他现在在北方一座大寺院当主持，声望很高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开导其他受苦的人，将佛法的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。阿福心中震动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些年的不顺不是命运作祟，而是自己心中的执念作祟。每当遇到挫折，他就怨天尤人，做事情总是疑神疑鬼，处处提防。一旦选定目标，就死守不放。这些执念就像沈重的枷锁，束缚着他的脚步，让他无法前进。2个月后，永明寺后院的凉亭竣工，枣树不仅安然无恙，还比从前长得更旺盛。亭中设有木雕屏风，上面刻着3个大字“放下执”，这是阿福的手笔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他希望以此提醒自己，永远不要忘记这段经历，要时刻保持一颗平常心，放下心中的执念。凉亭落成那天，钦差大人称赞不已。张明德趁机为阿福引荐，钦差一眼就看中了他的才能，当即决定让他参与朝廷营建司的工程。阿福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，他终于走出了命运的阴霾，看到了光明的未来。临行前，阿福又来到永明寺向明智和尚辞行。师父，这些日子我想明白了。阿福恭敬地行了一礼。以前总觉得自己命不好，其实是被心病所困，现在放下了3种执念，反倒觉得处处都是机会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和感激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明智和尚点点头，悟得不错，不过还有一事要提醒你。维摩诘经云，若菩萨遇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修行之路道阻且长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请师父指点。阿福虚心求教，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换个角度看待。明智和尚说，就像那棵枣树，如果执意要保持原样，反而会错过焕然一新的机会。世间万物都在不断变化，只有顺应变化，才能与时俱进。阿福若有所思，弟子明白了。放下怨憎，不等于没有是非；放下妄念，不等于没有追求；放下执着，不等于没有坚持。在面对善恶时，依然要明辨是非；在追求理想时，依然要坚持不懈，只是不再被执念所困，能够以更加平和、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。正是如此，明智和尚欣慰地说，你能想通这一点，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。10年后，阿福已经成为朝廷营建司的要员，他主持修建了多座名镇要城，声名远播。他的建筑风格独特，既注重实用性，又融入了佛法的智慧，给人以心灵的慰藉。每次遇到困难，他都会想起永明寺后院那棵枣树和凉亭上的3个字，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也是他心灵的寄托。后来，阿福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，取名《放下即安》。书中说，人生在世，难免遇到不如意，但若能放下怨憎、妄念、执着3种心病，便能看到柳暗花明。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感悟和修行方法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心中的烦恼，找到内心的平静。这本书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据说每当有人觉得命运不济时，只要翻开这本书，就能得到启发。它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，让人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。又过了许多年，永明寺后院的枣树依然枝繁叶茂，凉亭也更显古朴。明智和尚已经圆寂，但他的教诲却通过阿福的故事继续指引着后人。寺中的僧人经常会给前来参拜的信徒讲述这个故事，让佛法的智慧代代相传。人们常说，一个人的命运是否美好，往往取决于他如何看待命运。正如佛陀所言，心静则国土静。当一个人能够放下心中的病，自然就能看到生命中的光明。每年秋天，永明寺的枣树依然会结出累累硕果，凉亭中常常坐满了来访的人，他们或是为了寻求解脱，或是为了放下执念。
而那块刻住放下值的木雕屏风，永远静静地诉说着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。它见证了阿福的成长，也见证了无数人在佛法的指引下获得心灵的解脱。据说，在月朗风清的夜晚，偶尔还能看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，在凉亭中举目远望，不知是否是当年的阿福，又回到这里，重温那段领悟人生真谛的时光。也许他是在怀念明智和尚的教诲，也许他是在感叹人生的无常，又或许他是在享受这难得的宁静与平和。无论如何，那个曾经被命运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年轻人，已经在佛法的滋养下，成长为一个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智者。他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下去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